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板牙大叔奥菲斯。最近大叔一直在去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的一个特展《神话的激情》。顾名思义，这个展的主题肯定就是神话了，而且是大叔非常喜欢的希腊神话。这次特展中的画作全部都来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师的画作，比如提香、鲁本斯、韦罗内塞、凡戴克、普桑等等。从开展至今，我已经去了5次。这个展在7月初刚刚结束，如果不是每次去都需要预约，我可能会去更多次。既然是神话的激情，那么大叔的这个系列的主题就呼之欲出了。我想做一个关于希腊神话的系列。希腊神话族谱中的人物众多，很难面面俱到，所以我的重点会放在奥林匹斯山的12众神身上。这个系列所涉及的画作会比较多，所以战线也会拉得比较长。因为最近家里要装修，所以时间上不是很充裕，但是我也很想尽快的更新这个系列。希腊神话这个题材从文艺复兴到近代都是画家非常喜欢的题材。之前我说过一些画作，比如波提切利的春、维纳斯的诞生、戈雅和鲁本斯的龙神吞噬棋子，都是希腊神话的题材。那么大叔在这一期的视频呢，想先说一说关于希腊神话的起源。在中国的神话中，盘古劈开了混沌，开天辟地。在希腊神话中也是有一个创世神的，他的名字叫卡俄斯。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，卡俄斯本身就是一片混沌，所以这片天地并非是他劈开的，是从他身体里孕育出来的。所以卡俄斯的英语 Chaos 也有混沌的意思。这是俄罗斯画家埃巴佐夫斯基画的卡俄斯。海面上一片漆黑，只有中间的位置非常亮。当你向上看时，看到的是巨人形状的乌云，而乌云之上只有一道极其明亮的人形光，似乎正探出头想要打破无边的黑暗。而海面中的光亮也是这道人形光的倒影。可以说这幅画非常有混沌的意境，就像创世神本身用拟人的方式勾勒了出来，展现出一种混沌即将被打开前的意境。黑暗和光明之间的对比也反衬出一种黎明前的黑暗。卡俄斯的身体里孕育了5位神体，分别是盖亚、塔尔塔洛斯、瑞波斯、尼克斯还有厄诺斯，他们分别掌管着大地、地狱、黑暗、黑夜和生殖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这里所谓的黑暗处于大地和冥界之间，而黑暗和黑夜也是相生的，所以他们也是一对。他们之中最有名的子嗣就是冥河的摆渡人卡戎，他其实是个公务员，在冥王哈迪斯那里上班，工作就是划船，权力不算大，但是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比较淡薄。每次灵魂要过河的时候，都要向他进行贿赂，否则他会把灵魂丢到冥河里，让他们飘到地狱去。看过《圣斗士星矢》的人肯定对这个人很有印象，因为他是冥界的第一个冥斗士，顺为了过河，还给了他一枚潘多拉送给他的吊坠作为传资。我们回到主线内容，大地盖亚在希腊神话中是众神之母，她也和凯俄斯一样实现了自我的无性生殖。她孕育了一大批最早的一批神，比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、海神彭托斯、山神乌瑞亚等等。之后盖亚又和自己的儿子天神乌拉诺斯生了12泰坦神。你没有听错，他是和自己的儿子生的。这种混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一种乱伦的关系，但是在希腊神话中却比比皆是。我只能说，我等地球凡人实在无法理解高高在上的神的世界。据说这个乌拉诺斯雄性需求过于旺盛，所以呢整天沉迷于造神运动，而且还把生下来的孩子塞回盖亚的肚子里去，这让盖亚非常不爽。于是盖亚怂恿自己的小儿子哥欧洛斯去除掉他爹，还给了他一把镰刀。这幅瓦萨里的画非常生动地诠释了2道神王弑父的场景。乌拉诺斯倒在地上，而他的儿子克洛洛斯正拿着镰刀对准他的关键部位，把他给阉割了。其他的11个子女在面对这样的场景也都表现出惊恐的表情，有些人甚至在四散逃跑，可见大家对这位父亲的行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关于阉割这个桥段，大叔曾经在《维纳斯的诞生》这幅画中曾经说过，乌拉诺斯的睾丸掉在了海里，和海水起了化学反应，于是诞生了爱与美之神维纳斯。从辈分上来说，维纳斯算是宙斯的姑姑辈，但是她却嫁给了宙斯的儿子，这样一个乱子了得啊！2代神王克俄洛斯的老婆也是他的姐姐瑞亚。是不是看出来了？这种进行结婚的理念在众神中已经被非常彻底的贯彻下去了。但是他也有一个毛病，他喜欢把生出来的孩子吞到肚子里。注意这里的用词哦，不是吃，而是吞。
囫囵吞枣的吞。为啥呢？因为他怕这帮孩子篡位，于是把他们圈养在自己的肚子里。大叔之前说戈雅和鲁本斯的龙神吞噬棋子，说的就是他。最后他的老婆看不下去了，于是帮助一个小儿子逃脱了被吞的命运。这个小儿子就是天神朱比特，我们更熟悉他的另外一个名字，天神宙斯。宙斯长大以后，又从他爹的肚子里释放了他的哥哥姐姐们，比如冥王哈迪斯啊，海王波塞冬啊，他联合了他的哥哥姐姐们对抗父亲。当然父亲那边也有兄弟姐妹，就是那些泰坦神，于是两边就开撕了。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罗马洛的壁画《巨轮的陨落》就描述了这一战的风采。罗马洛是拉斐尔的学生，他的这幅壁画非常宏大，在意大利曼托瓦15世纪的宫殿泰德宫内部。这幅画从墙根一直画到了天顶，覆盖了整个大厅，所以这个大厅也叫巨人大厅。底部描述的是普通的人类，神界的战争在云端之上，这里有一个手持闪电的神，这就是宙斯。闪电是他的武器，天顶的部位非常巧妙地使用了透视，在平面上营造出一个云端之上的穹顶。在穹顶的中心位置有一尊众神的宝座和一只鹰，这里其实是有隐喻的。宝座自然很好理解，两个阵营在争夺众神之王，而鹰通常都是宙斯的象征，说明最终奥林匹斯山的赢家是宙斯，而他将会是新一任的神王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一期开始我们将正式开始奥林匹斯山12众神中神王宙斯的故事。喜欢的小伙伴给我来一个3连吧，也欢迎对希腊神话和艺术感兴趣的小伙伴同我留言互动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